美伊的談判破局，到底接下來這件事情會走向何方呢？今天帶你快來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來聊聊美伊談判破局這件事情到底該怎麼解讀？接下來很可能接下來走的方向又在何方？我們先來看這次的破局啊。當然呢，你會破局，大家說哦天哪，沒談妥，沒談妥，你很緊張，哎呀，怎麼辦？不要緊張，談判總是這樣的，沒有一次就談定的啊。但是呢，好消息是至少坐下來了，對吧？至少坐下來談啦，至少沒有你扯我頭髮，我扯你頭髮，沒有拿着機關槍掃射，對吧？OK 的，沒事的。好，那我們來看到這次的破局啊。那當然破局之後啊，你就看到了這個川普，當然就是放一些狠話，對不對？狠起來，我連自己都打。沒打自己，狠起來，我連自己的朋友都打。他就說你要封鎖荷姆茲海峽，對吧？你很瘋，我比你更瘋，我封鎖，現在換我來封鎖，我封鎖你的封鎖。然後連伊朗就想說，發生什麼事了？你川普真的好瘋啊！好，那我們來看到了，當然沒談妥就沒談妥嘛。那但是呢，這次的一個談判，對於我們這個不是當事人來講，你不是美國，不是伊朗，不是以色列，其他國家來講，大家最希望就是你快點讓荷姆茲海峽可以恢復通行，对吧？那這樣的話，這個世界就可以恢復大同了，這個世界和平，不要再有什麼能源危機，不要再擔心通膨，不要再擔心這個那個的，就不要擔心好多事哦。但現在呢，川普這麼瘋說，那現在我來封鎖。既然伊朗你要封鎖荷姆茲海峽，你給我收過路費，不好意思，那我不讓你收。即便呢是伊朗收了過路費，放行的船隻，美國說我也要攔下來，因為美國的立場是，要麼就通通開放，大家自由往來、自由航行；要麼就是一艘船都不准走。通通不可以，哪有你收錢的道理？我也要。OK， 好，所以你看到了現在的一個中東情勢哦，目前好像就是回到僵局的狀態，然後就看接下來怎麼樣繼續談下去。好了，那你說這一回呢，基本上可以坐下來談。那你說，哎呀，那個巴基斯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No， 巴基斯坦啊，明眼人要會看哦，背後站的是誰？背後站的是中國啊。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巴鐵，對吧？鐵桿兄弟。很多人講，其實巴基斯坦，你如果從他的近來他的一個外交關係，近來他的一些經濟發展，還有他的地理位置，你來觀察，都非常簡單，看到他背後站的老大是誰嘛，對吧？中國在巴基斯坦花了很大的力氣，一帶一路的投資，在這個地方有中巴經濟走廊，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港口，然後呢，巴基斯坦它的位置點呢，就是那個中國跟中東中間的樞紐位置。於是乎呢，你看到了這次美國跟伊朗在巴基斯坦談判，一開始的時候，伊朗是不敢去的。伊朗現在那些高層啊，嚇死了，講到要見你美國人，就覺得你們美國人不講武德。我等一下去跟你談判，你談判桌上給我下毒，你談判桌上拿出手槍來，我真是奈你何。好好的人在伊朗做都會被你斬首的，你現在還要我去跟你談判，我還要坐飛機，哎呀，好恐怖，不敢去的。誰在後面作保？中國跟伊朗說，你談，你接受那樣的停火協議，你到巴基斯坦來談，巴基斯坦，算我半個自家，我保障你人身安全，我保障你小命，好不好？我讓你可以活着出來談，活着回家。OK， 所以你看，這個中國給伊朗保障了一條回家安全的路，就是讓他好好活着。於是呢，伊朗來談了。所以呢，你看到了這個透過這個巴基斯坦的這樣的一個外交白手套的一個角色，來進行這樣的一個調停。那當然沒談妥，這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有心理準備，沒那麼簡單就談妥。BBC 也列出了目前為止，接下來還有很多這個談判窒礙難行，或者是美國跟伊朗雙方可能沒有那麼容易達成共識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像是黎巴嫩真主黨的問題啊，以色列說你們的這個停火協議不關我的事，我要照樣炸這個真主黨。你看這個黎巴嫩問題難解，然後荷姆茲海峽，目前為止呢，
伊朗說，那我們就來收錢，頂多跟你分，那怎麼個分法？誰負責來收？哎，這個現在看起來好像也是講不清楚哦。另外呢，包括了這個核武的問題，這次的破局，美國說就是因為核武問題沒有得到伊朗的承諾，美國是希望伊朗你放棄核子武器，你永遠就像永世不得超生那樣，你的核子武器永世不得超生，永遠不准再發展。那對伊朗來講，那是他國家的安全的底氣。他有這麼簡單就說好，那就算了，我就不發展核武嗎？當然沒那麼簡單，他要利用核武這個問題多換一點東西回來，至少這樣嘛。我要不發展這個，那你要給我別的。那再來呢，我們就看到了伊朗地區的一些這個盟友啊，美國也說你都不准再資助他們了，除了真主黨之外，你看到那個這個胡塞組織嘛，對吧？然後你看到了在區域當中，有一些其他的他資助的一些武裝的一些組織，他說你通通不准了。那這個對伊朗來講，哎呀不行哎，我至少也是我在中東地區，我也算是一個小小的老大，对吧？你美國是老大，對你好大，但是呢，伊朗在中東地區，我也是老大，我旁邊也帶很多小弟，你現在要我這些小弟我都不要了，那沒這回事的哦。那另外呢，你看到了伊朗還提出了一個說，好啊，那我跟你談停火，那你之前對我的制裁是不是都可以全部取消了？那這一點美國也覺得，那有這麼簡單的事嗎？那你多答應我一些條件。所以你看到這每一個問題，感覺都是曠日費時，好好坐下來談。所以你說要一個會議啊，這幾個小時全部談定，那也沒那個可能啦，也很難。好，那當然了，破局了之後，你就要看到大家就是還是會緊張嘛，希望快點談妥嘛。有一個行程很值得大家好好觀察的，什麼行程啊？阿聯酋的阿布達比的王儲啊，就訪問中國去了。那你就覺得很神奇，這個時間點很神奇。就是在美國跟伊朗談判破裂之後，阿聯酋的這個阿布達比的王儲要去訪問中國。其實啊，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這樣理解哦。這一次中東的這些國家，就是呢被這個伊朗為了要報復美國拖下水的這些國家，跟中國，他們這一次啊，都因為美國去打伊朗，然後呢，通通他們的經濟利益全部都一起砸鍋了。比如說阿聯酋就覺得關我屁事啊，為什麼你要報復美國？你砸的是我，你這個飛彈打到我國家來，然後很多他的觀光這個收益全部都泡湯，誰敢還去玩？你一天到晚這個盲劍客一樣啊，這個伊朗隨便給你亂丟飛彈，如果恐怖死了，誰敢去啊？所以你看這阿聯酋跑到了這個中國來，感覺好像是要好好談一談，這個能源的問題啊，怎麼樣解決？然後接下來呢，要怎麼樣統一這個陣線？我們怎麼樣啊，去讓這個美國跟這個伊朗啊，這兩個別再吵了，好不好？我們的利益很重要，對吧？你知道，通常有錢人更重視他的資產。中東是有錢人，更重視他的資產。好了，那這個中東呢，對中國來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存在哦。那所以呢，這一次甚至這個在中國，在這個伊朗啊，他們有一個這個中伊公路啊，這個中伊公路呢，其實中伊鐵路那個時候呢，這個為什麼要修這條鐵路哦？就是希望這個伊朗的油通過陸上交通直接到這個中國去嘛。那好不容易這個“一帶一路”當中也是砸了好幾百億人民幣啊，蓋起來，結果以色列也是給你破壞。所以呢，對中國來講，它的資產在中東也受到了損傷。那對於剛提到的像阿聯酋這樣的一些中東國家來講，他們的資產當然也受到了損傷。所以呢，這次在中東跟中國，我覺得同一陣線，那非常容易理解。好，那當然呢，你看到了這個王儲到中國來，就希望可以談出一些這個一起的一個這個一致的共識哦。好，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中國在這一次的一個事件當中，你如果一般的分析，你可能會這樣看它，伊朗被打了，然後你就很直覺哦，伊朗背後站的是這個中國，對不对？俄羅斯。好，那中國感覺好像沒有出手幫伊朗些什麼，對不對？至少明面上沒有，然後所以你就會這樣子很這個一般性的理解他說，表面的理解他說，哎呀，美國欺負了伊朗。伊朗的這個背後的老大哥中國沒有挺他，然後現在眼看着他被這個美國欺負了之類的，然後呢，你就說，哎呀，你看
你看這伊朗就會這個點滴在心頭，誰挺他誰不挺他，然後就講說，哎呀，你看現在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了，中國也拿不到這個伊朗的油，哎呀，你看中國能源危機了，因為中國呢，你就去算他說，哎呀，他每年從伊朗進口的油有多少啊？現在荷姆茲海峽這個運輸中斷啦，所以他拿不到這些油啊，然後你就開始去算說，哎呀，你看看，再過這個幾個月啊，這個中國他就要這個能源危機了，因為他沒有石油啊，然後也很嚴重啊，現在經濟就在下行啊，什麼什麼啊，就開始分析了。事情沒有大家想象中這麼表面這麼簡單的哦。中國這麼蠢嗎？會這樣子就這個眼看着朋友被欺負，然後都不做任何的動作嗎？這就是常常講世界一盤棋啊，地緣政治好玩的地方哦。地緣政治啊，永遠沒有什麼破局與否，地緣政治呢，只有還沒有談好，還沒有分好的利潤哦。你常常一件事情，你不能只看表面上，感覺下面暗潮洶湧，你才應該看這個。好，我們刚才已經看到最近啊，有一個這個智庫，巴基斯坦啊，這個很特別，巴基斯坦智庫他發表一篇文章，我覺得很值得拿出來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怎麼樣看這件事情哦？你表面上看中國沒動，對吧？這是不是最高的一個這個最高級玩家以退為進啊？我就默默的看你裝逼啊！為什麼這樣說？我們來看哦，這次事情你看到中東急起來了，然後呢，這個跟川普講不通，現在呢一個一個跑去找中國，是什麼意思啊？這或許哦，是不是中國這高級玩家他慢慢想要收穫的一些成就哦？好，我們要帶您看到他這篇這個分析是這樣寫的哦，他寫說啊，我們去理解過去這個世界的運轉，世界秩序是怎麼形成？那就是你說，哎呀，就是比如說你看美國對不對？這個世界霸主啊，國力最強，哎，對，你國力最強，那他怎麼樣維持這個世界秩序呢？你不聽我話，我有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就像這次川普時不時他就出來講，我擁有全世界最厲害的海軍，我現在這個海軍我要把這個伊朗炸回石器時代，很好的詮釋了是不是全世界的這個過去的世界秩序是這樣形成的。我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那我有強大軍事力量，於是乎這個世界的秩序就是我說了算，我做主。好，是這樣的，對吧？現在你看到美國也是正在用這一套在管理它的世界秩序，它管理當中覺得伊朗你很不聽話，所以我用我最強大軍事力量，我壓制你，我要你把你的這個，我叫你不准發展核子武器，你就核子武器給我交出來，我要你不准這個把荷姆茲海峽封鎖，我現在我反封鎖你，我看你撐到何時。他用強大軍事力量，我就壓迫你。但中國不是走這一套的，中國用哪一套呢？他的分析很有意思哦，我看了之後我覺得挺有道理的，你來聽聽看哦。他說呢，他用發展優先、共同發展來取代這樣的一個霸權主導。什麼叫共同發展？你去回想過去的一帶一路，中國透過它的一帶一路，它幫你發展你的基礎建設，然後呢，跟你有共同的一些商業利益。我在你這個地方，我有港口，我有這個港口的經營，我有機場，然後我們共同發展，比如說礦業，或者是我們共同發展什麼樣的一個經貿的一個往來。那這些呢，都是共同的經濟利益，共同的經濟利益呢？你說就經濟利益，我怎麼樣維持這世界秩序？他寫的這個道理，這個邏輯很有意思。他說啊，如果說我們有共同的經濟利益，我透過這些共同的經濟上的依存，我會提高發生衝突的機會成本。你如果呢要發生衝突，你就會先想一想，哎呀，我這個經濟利益或許會有損失哦，那我如果利益會有損失的話呢，那我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我要發生這樣的衝突嗎？我如果發生衝突，我可能會損失這樣的經濟利益，那我是不是就算了？我們是不是有別的方式來解決這樣的一個衝突？所以呢，他的分析是說，中國透過他過去這一段時間的累積，一帶一路的經濟的互相的一個這個跟各個地區、各個國家的經濟的互相依存，它其實提高了衝突的機會成本。那這個就是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個商業底下的和平。
如果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大家互相都有這個經濟的往來，然後我們大家都共同共好，我們都一起賺錢，那你這樣的話，還有什麼國家會衝突的時候就說我一定要把你打死？不行啊，因為我跟你有很多經濟利益啊，所以我就會思考再三，我就會再多想一想，你知道，再多想一想就覺得，好，我們坐下來談好了，我们好像不一定要動到真槍實彈，像這一次你看美伊之間就是直接衝突了，對不對？直接就炸了，對不對？就不會這個樣子。所以呢，他就講了，他說，這篇報道就說了，那你說中國現在啊，你用什麼商業和平？然後呢，你可能會挑戰這個邏輯，說那你什麼商業和平？你看人家飛機大炮多厲害，我就是美國，我就是強行的用軍事力量，我就是鎮壓你。但是啊，我們剛剛講高級的玩家是這樣，你說一個世代霸權主導世界秩序的世代，要怎麼樣過渡到我們講的商業和平、世界大同的那樣的一個理想的一個狀態啊？它有很多過程的嘛，對吧？那你這個過程當中就很像一個政府在統治這個國家，你要民心思變，你要大家的觀念都跟着扭轉。那現在是不是那個很多國家的觀念正在扭轉？我記得在之前幾次的視頻當中跟大家分析到了，其實有很多的國家啊，透過這一次或者是說透過一次一次美國這樣子的一個用非常強力的我的霸權或者軍事力量或者商業力量來統治這個世界，然後很多國家感到委屈的一個過程當中，他會慢慢去思考說，到底哪一個國家我跟他當朋友才會是對自己國家最有利的每一個國家都會思考對自己最有利的一個選擇。那現在呢，或許我為什麼一直講高級的玩家或許是中國因為你看到了在這次事件當中，你表面上會看中國好像站在旁邊看這個伊朗怎麼被美國欺負，或者是伊朗怎麼樣去跟美國這個感覺好像你知道往上挑戰然後呢這個國家實力可能也沒有美國好，然後被打得這個歪七扭八的，然後呢現在這個跟人家談判，你籌碼好像也只有荷姆茲海峽，是這樣嗎？好像不是喲，荷姆茲海峽其實也真的很重要所以呢或許這個中國就是站在這個地方，然後讓伊朗去跟美國叫板，去做壓力測試一下美國的底線到底在哪裡。然後這個過程當中呢，你看到明明是伊朗先封鎖荷姆茲海峽，然後呢大家都是跳腳，結果呢現在變成川普說那我才來封鎖你呢，是不是反而讓世界再看看說，到底誰才是那個在擾亂世界秩序的人啊？那甚至呢，有人這樣有一個這個比喻很有意思他說現在看起來呢，就像是中東美國跟伊朗在比誰比較瘋，然後呢誰比較會擾亂這個世界，誰這個瘋到會咬自己那種感覺。然後但中國在幹嘛？中國坐在旁邊擺個攤子，我在賣保險。你想要安全穩定嗎？你看中國用的一帶一路的一個方式，或許呢會是讓這個各個國家感覺更舒服的那個選擇。你可以好好觀察。特別我又想到了這個英國經濟學人的這個最近的封面他不是這樣特別想了嗎？就是用了一個這個川普張牙舞爪的照片，然後呢習近平在旁邊，然後有一點笑，神秘的微笑，然後標題寫很大，說當你的敵人在犯傻的時候，你的敵人在犯錯的時候，你千萬不要打斷他。這會不會也是一個感覺？這個中國正在我靜靜看你裝逼這個想要收割那個對美國的不信任，亦或是中國可能他也沒有意圖這樣做，只是到最後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果，因為誰也無法左右川普去打伊朗，對吧？你川普自己要去打伊朗的。那現在呢，中國就是順水推舟，就默默的來到了這樣的一個結果。你從中東現在很多國家都去找中國，然後你看到了歐洲的國家，現在知道了這個美國過去的盟友這個實在太難搞，然後紛紛的又要開始倒向中國的時候，你就看得出來，好像有一點那樣的一個味道在了。所以我們常講這個世界上事情發生都很有意思，地球是圓的你看到了前幾年，你看到中國被美國用強大的國力怎麼樣壓着打，科技封鎖各種，
然後呢，你再看到了一次一次的事件的堆疊，然後慢慢的，好像那個氣氛、那個風向，好像又有一點轉彎了。大家對於不是說這些國家有多愛中國，沒有的，他們這些國家呢，可能就是純粹的覺得美國不值得信任、不可靠，所以他們靠向中國。哎，這或許也是一個風向。那當然呢，這股風會吹向何方？中國真的就完全收割嗎？或許也不盡然，只是目前看起來，川普的風好像有一點把這些川普過去、美國過去的盟友們推向了世界的另外一極來了哦，所以呢，可以繼續觀察啦，因為這個事情呢都還在持續的發展當中。只是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事情你不要只看表面，其實有很多在深水區底下的才是更精彩的。好了，這是今天幫大家整理了這個美伊的談判破局啊，到底接下來很可能還有哪一些的進展？中國在當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希望你喜歡了，我們下回見，拜拜。